这养在仙界都几千年了，它怎么还这么小？怎么就长不大呢？要是知道，咱们还用在这儿转圈儿？唉，那它到底来自何处啊？竟说些无用之言，帝君尚且不知，我等岂能知晓？我听闻帝君已寻过那位卜算仙君，仙君算到吐血，竟也毫无结果。这可如何是好？小姑娘若持续如此，仙界众生恐难存活呀！我倒是觉得这小姑娘奶最近安静了许多。那是你有所不知啊，咱们仙界是安静了不少，可其他界是倒了大霉了。昨个小姑奶奶才去了地府，大闹了一场，不仅把孟婆的汤喝了，还抓了个小鬼丢下去吐泡泡给她看。对，还有前天小姑奶奶跑到佛界，如来为了打发她，把经书都给了小姑奶，可小姑也不仅把经书做成小船丢进了河里，还把佛界给炸没了。我还看上了她身上带着的珠子嘞，她不给我就算了，还给我那什么锦书，我又不识字。你们不想要窝啦？要把窝送到哪儿去？还有你别再叹气了，三长两短不是好兆头嘞。小姑奶奶，您听老仙给您说哈，这天界这么多年您也转遍了，每个边角都没放过，是不是挺没意思的？老仙知道有个好玩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人，还有好多好吃的吃食，您可以去转转。您放心，帝君一定会让司命星君给您投个好胎的，绝不会委屈了您，您就只管吃喝玩乐。哪里？人间。哎，小祖宗您先别忙着拒绝，您看哈，这都几千年了，您还是这么小一点，也长不大。当然了，我们万万没有嫌弃您的意思，咱就是说万一您在人间就长大了呢？您看，您还这么小就长得这么可爱，长大了一定是个倾国倾城，您就不想看看您长大后的样子吗？那我去，但不能白去。小姑奶奶，您说您想干什么？只要您说，我们保证做到。和韵姑姑，您那上古时期的琴廓真好看。送您了。碧泉一夜，灵泉水甜滋滋的，我下去后还能喝到吗？给您装一壶，给您单独开一眼灵泉。婶婶、伯伯、帝君，你们呢？都给你。丹君爷爷，您那3天换8个地方藏的宝贝丹药，给我拿点行不行？当然，行，全都给您带走。终于走了，这魔头终于走了，帝君，老仙我可真是太激动了，还好我还藏了半壶仙丹。拿来吧你！我的仙丹啊！投好胎！你要死呀！解释什么好胎？石老头，别窝！你们最好别让我回去！你狗天雷，灭了你！你帮着他们欺负我！王八，躲着！你下奶，下奶！你，对，小心我！嘎巴使作！原来我是元夏国礼部侍郎廷洪德的嫡女，我娘叶青书是西宁山庄的小姐，还有我那渣爹，穷爹遇上白富美小姐，竟然还……哼，一个不是个玩意儿的爹，一个没文化又偏心的矫饰精祖母。不过娘倒是个好娘，哟吼，还有个平妻汪希曼，他们还有一个大自己2岁的孩子，气死我了！夫人您别急，就是这座山了，老奴马上带人上去，您在山下等着，老奴定将小姐带回来。不，季嬷嬷，我要亲自去找。若是我的女儿有个3长2短，我定要屠了听府，
一想到我的女儿现在一个人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山上，我拿剑把他们全都捅死都不解气。嬷嬷，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当初我就该听爹的。其实当他提出娶平妻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可想着孩子总得有个爹，所以一直忍让，是我错了。嬷嬷，他们居然敢动我的女儿，我绝不会放过他们。小小姐会没事的，只要咱们及时找到小小姐，还是有生还的可能的。生还的可能？这座山是什么地方？这座山的半山腰是无主坟。无主坟？无主坟？那岂不就是乱葬岗？已经过去2个时辰了，我的兰兰！兰兰，娘的兰兰，娘的女儿啊！太好，你没事，真的太好了。娘，没事。是娘不好，都是娘不好。娘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娘给你报仇。季嬷嬷，老奴在。附近还有这样的山头吗？回夫人，有的。再往南5里是彻彻底底的乱葬岗，听说还常有野兽出没。让人将挺渊儿给我扔到那座山上去，今晚就扔。是。夫人，二夫人求见。让他进来。听兰，你怎么在这里？怎么？二夫人的意思，兰兰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哎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听说兰兰许久都没回来。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渊儿一早不见了，我找遍了都没找到。夏秋，派咱们院的人帮二夫人找找。曼儿，你怎么在这里？王氏，演得真好。夫君，渊儿不见了，我是来求夫人的，希望夫人能派人帮忙找找。妾身只有渊儿一个女儿，若是渊儿有个3长2短，妾身也没法活了。本夫人不是已经派人帮你去找了吗？你好好看看这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不然也不会有人来了，连个通报的人都没有。府里的人不中用啊，还请夫人让西宁山庄的人帮忙找找。妾身一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若能找到渊儿，妾身就如夫人的愿，再不做嫔妾。是你说让曼儿做妾的，还有渊儿怎么会不见了？汪氏，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做妾了？不是你自己在这说要做妾的吗？在曼儿进门的时候我就说过，曼儿是嫔妾，跟你有着一样的身份，府里所有人都要尊称她一声二夫人，你们都是一样的，平起平坐。嫔妻？平洪德，你出门问问咱们元夏国可有嫔妻一说，或者哪个官员家里有嫔妻的存在？嫔妻是上不了族谱的，既然上不了族谱，那不是妾是什么？还二夫人，你还真是会享齐人之福啊！以后二夫人还是注意点，别出去闹了笑话，连累2个女儿嫁不出去。笑话。叶青书，渊儿都丢了，你怎么还不让西宁山庄的人去帮忙找？你这么袖手旁观，就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吗？平洪德，什么叫我袖手旁观？说不定只是石渊儿贪玩，我不是已经派人找了吗？你怎么能这么说？渊儿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自己跑出去玩？肯定是被坏人拐走了。你就不能让西宁山庄的人帮忙找找吗？曼儿会记得你的好的。我怎么能那么说？这话不是你说的吗？昨天石渊儿回来了，石石却丢了。当时你是怎么说的？你说石石只是贪玩，不用找。凭什么？凭什么昨天石石不见了就是贪玩？那婷兰不是回来了吗？你让西宁山庄的人帮忙找找，又不会少块肉，这样也能彰显你当家主母的仁德啊！狗屁的仁德，老娘稀罕你那破仁德！狗屁的仁德！石石能回来，那是因为他命大，是因为他有个好外祖，我有个好爹。不然，我女儿现在已经死在那满是白骨的荒山上了。二夫人不是总觉得自己出身高我一等吗？
不如回去求求你的娘家，毕竟我的女儿能找回来，也是我娘家出的力。哦，对了，季嬷嬷，将库房的钥匙拿过来，交给汪氏。既然老爷你说汪氏是平妻，那总不能光吃饭不干活吧？从今天开始，这听府就由汪氏管了。娘真给力，就是这爹太不让人省心了。娘娘呀，娘在，怎么了？吃腻了？娘这就让人换一种水果果泥过来。不换泥，我要换爹，我要换爹。这个坏爹，昨天我丢了都不找我，眼里只有那个坏女人和她的女儿。哼！签了吧，放心，兰兰我会带走。娘亲，兰兰要跟你走，不要这个坏爹，不要坏女人。我绝对不同意，你只能是我的媳妇，死了还要跟我埋进我们家的祖坟。祖坟是什么东西？要是把祖坟弄没了，娘亲是不是就不用埋进去了？好像记得祖坟在东南方呢，不难找哦。娘亲，要是他不跟你和离，我们就把它变成小虫子，踩扁。八哥哥来了！八哥哥，兰兰在这儿！夫人，兰兰找到了没？我带了母后的侍卫过来，咱们一起去找，一定将……哎，兰兰，你回来了！八哥哥，兰兰回来了。娘亲找到兰兰了，在有狼的山上找到的。有没有受伤或者哪里不舒服？要是有，一定要跟我说，我马上派人进宫找太医。没伤，就是好怕呀。山上有狼，还有坏人把兰兰绑走了。兰兰以为见不到娘亲，见不到八哥哥了。夫人，可抓到是谁绑了兰兰？本皇子定要将他碎尸万段，让他后悔自己生在这个世上。抓住了，但交代了兰兰的下落就自尽了。跟着兰兰的婢女小厮也死了几个，看来是受人指使。夫人可有怀疑的人？八皇子，求求您让侍卫帮忙找找渊儿吧，渊儿也被坏人绑走了。渊儿好歹是石业的姐姐啊。不是姐姐，兰兰没有这样的姐姐，她是坏女人的女儿，也是坏的。八哥哥，他别动我！你那眼珠子是不想要了吗？本皇子早就说过，兰兰是我亲妹妹，她才不到2岁，刚被找回来，你居然敢瞪她！反正我是不会和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娘亲怼他，渣爹受死吧！娘亲，您还不换这个坏爹吗？娘亲只要说换，我立马把他赶出去。换，只不过要等些时日，娘得让他们这些年欠娘的都还回来才行。对，都还回来。谁欺负娘亲，谁欺负兰兰，兰兰就把他们都收拾掉。魔丸可不是好欺负的，大的、小的，大的、小的。叶青书，你不去我那儿示计！祖母，大声点儿，院墙外面都听见啦！大家都知道祖母不讲理，欺负娘亲。老夫人，别再说了，你和你妈一样没教养。不许骂娘亲，也不许骂兰兰，你才没教养。以后家里的事找汪氏就好，不用找我。你这是什么话？娘亲，兰兰保护你，以后再也不让他们欺负你了，好不好？好，我们兰兰最乖最厉害。兰兰是魔丸，最厉害了。谁欺负娘亲，兰兰就收拾谁，一定把坏爹、坏女人、刻薄祖母都赶跑。你快放开我，我快要憋得去见太奶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们可真是吓死我了。你不知道，小八来找我的时候，哭得眼睛都肿了。听说还大晚上去砸他七哥的府门，撒泼拉滚的带走了他七哥府上所有侍卫。好美！你这小丫头，还不到2岁就知道美丑了。美人爸，真美呀！兰兰，美吗？
说呀！不说话，兰兰丑。兰兰乖，不是因为你丑哥哥才不说话，而是哥哥他不会说话，哥哥也不会走。狗东西，凭什么？你这个大坏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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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让朕看看，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呢啊？丁家的小姑奶奶，来跟黄伯伯说说，刚才在大殿门口骂什么呢？谁把你气着了？朕给你做主，诛他9族，可好？皇上恕罪，兰兰还小，不是有意的。无妨。他还不到2岁，难道还能把朕拍坏了不成？ 2个人气捉兰兰、破爹和你。平洪德得罪你就算了，朕替你出气，可黄伯伯怎么就得罪你了？黄伯伯才刚来。黄伯伯在呢，咱们兰有什么要吩咐的？黄伯伯，杀人有报应。皇上。 没关系，让他说。报应，美人哥哥不走，不说话，报应，多可怜。兰兰，你是说，兰藏之所以不能说话、不能走，是因为朕曾经杀人太多，报应在了他的身上，对吗？皇上，兰兰还小，口无遮拦，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不只是你，还有你爹、你爹的爹、你爹的爹的爹、你爹的爹的爹的爹爹。原来是这样。 居然是这样，怪不得朕寻遍天下名医都没找到原因。原来兰藏这根本就不是病。皇上，兰兰乱说的，她还小。不，听夫人，朕信兰兰。兰兰啊，美人哥哥不能走，也不能说话，你可知该如何才能医好？窝，抱窝。兰兰的意思是说，只要兰藏这样抱你。 就会慢慢好起来，对吗？会好，能走，能说。说兰兰是美人。大方上，让他们进来。皇上，皇上，您可要为穆舒雅。 是你将兰兰推倒，逼她下跪，还说朕的七皇子给皇室丢脸，让她去死的。皇上，舒雅她兰，女儿冤枉啊！是那个小不点自己跑过来撞到女儿身上的，女儿这才让他道歉。至于七弟，是他先让人将女儿扔到池子里，女儿气急了，这才口不择言。穆舒雅，就算你是公主，欺君也是要砍头的。皇上，你闭嘴，朕没问你。穆舒雅，回答朕的问题。 是不是你主动撞的兰兰，还辱骂兰仓的？是，可你找死是不是？你居然敢故意撞兰兰，还敢说本宫的儿子活着丢脸，让他去死！穆舒雅，我告诉你，若是兰兰和本宫的儿子有个什么不依。 本宫定会亲手宰了你！朕不是不让他们和离，而是要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不是？你给朕时间，让朕好好想想，想想怎么能在不委屈青叔和兰兰的情况下，让青叔将兰兰带走，让那狗东西千夫所指。那个什么，青叔啊，你今日在这儿陪皇后用了膳再走哈，朕有事儿需要处理，就先回御书房了。哎，又挨骂了。平洪德那个蠢货，让皇后动气不说，还害无辜的朕挨了一顿臭骂。 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个官儿了，就敢欺负青叔和兰兰，让朕的皇后动怒。朕前些日子可是刚把皇后哄好，那可是朕费尽心思刚哄好的呀。
好，听洪德，你真是好样的，你可真是个好样的。听洪德，降为从六品员外郎。千霄啊，朕以后再也不逼着你娶妻了。宋美人那件事儿，咱就过去了，行不行？以后你爱怎样就怎样，就算一辈子不娶，朕也绝不多问一句，朕保证。启禀皇兄，臣提想要娶妻，还请皇兄为臣弟做主。你说什么？臣弟想要娶妻。好啊，你说，只要你说是谁，朕马上就给你做主。先说好，娶了妻后可就不能再折腾朕了哈。臣弟要娶的人是叶青书。你说你要娶谁？叶青书，臣弟要娶叶青书，还望皇兄给臣弟做主。叶青书？叶青书，是我认识的那个叶青书吗？是我想的那个叶青书吗？还有没有别的叶青书？对，一定还有其他大臣家的女儿也叫叶青书，一定是这样。你说的叶青书是哪家的？西宁山庄叶庄主的独女叶青书。臣弟已经收到他想要和离的消息，他和离前脚出食府，臣弟后脚就迎他入王府。他的孩子我也会视如己出，哪怕这辈子我不要自己的孩子都行。你可问过人家，人家可愿意？没问过，但只要他和离，臣弟就追他。哎，那如果他不愿意呢？你当如何？愿意。爹爹，长得好，当我爹，我同意了。黄伯伯换爹，娘也同意给兰兰换爹。你是青书的女儿，我是良的女娲。本王是异姓王，战斗袁千霄。本王心悦你娘，本王想给你当爹爹。好，我同意了。帅哥哥，抱兰兰，抱兰兰。该死的，他怎么忘了这小子？虽然他这皇侄儿才10岁，但自己现在在小丫头面前引以为傲的长相，在他面前屁都不是。兰兰乖，这小子虽长得好看，可性格冷淡，从小就……不，一样的。兰兰，要不还是让爹爹抱吧，爹爹抱你出去玩可好？不，美人哥哥更好看。皇兄，记得到时候给臣弟赐婚，兰兰这个女儿，臣弟要定了。这件事朕可做不了主，还得人家叶氏同意才行。等他和离后，只要他同意，朕就给你们赐婚。但你要记住，若娶了人家，就得对人家好；要是娶了之后不好好对人家，那就干脆不要娶，省得到时候皇后又要跟朕生气，也耽误了人家。皇后打人可疼了。我爹新认的。你这小丫头，就因为千霄好看，所以你就让他当你爹？你要知道，他除了打仗厉害，其他可是很不靠谱的，顽劣得很。当年这京都里1半以上的世家子弟都没能逃过他的毒手，那麻袋套的简直堪比朕的暗卫。皇兄，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臣弟刚才陪兰兰玩，玉佩掉在那玩具堆里了。要不是回来找玉佩，臣弟都不知道皇兄堂堂帝王，居然也会在背后说人。我爹骗人。兰兰，你呢？那破爹怎么不要脸了？他骗良。怎么骗的？破爹装泥，他骗良，他不咬年。哎，福来，快去那堆玩具里看看，找到玉佩，派人给他送去。那可是袁家的传家玉佩，你再让人看着他点儿。朕看他那样子，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廷含德装他，怎么装的？朕都有点好奇了。
破爹没救粮，新爹救的。弗莱，你记不记得大概4年前千霄得胜回朝，回来的路上救过一个女子？老奴记得，老奴还记得当时战王闹着让您去给他找人，可他既不知道那姑娘姓名，也不知道家住何处。皇上，应该就是了，不然他也不会听到叶青书要和离，就急火火地找了过来。看样子他是早就将人认了出来，只是人家嫁人了，他也没办法。罢了，千霄怎么也是从小跟朕一起长大，他什么品性朕清楚，除了爱说爱闹外，心是好的，也有能力。青书若真嫁给他，他不会亏待人家的，更何况又是自己等了那么久的人。说到这儿，那廷红怕是他顶替了千霄的功劳，说人是他救下的。若真是这样，那时大人恐怕要倒霉了。弗莱，你赶紧去派人看那小子有什么动作。朕去趟皇后那里，让她也听个乐呵。锦儿，千霄可真是给青书出气了。派去盯着千霄的人说，昨天廷洪德傍晚的时候上街给他那平西的女儿买糕点，回去的路上被千霄套麻包带打了个半死，下个床都费劲呢。以朕对他的了解，那廷洪德挨揍的日子在后面呢，估计和离之前是上不了朝了。破爹，可坏！廷家倒大霉！你说什么？廷家的祖坟被雷劈了？今日一早，廷家老宅的人就到了，说是前些日子明明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可就在半夜的时候，天上一道惊雷闪过，直接就劈到了廷家的祖坟上。老族长马上就带人去看了，说是廷家祖宗的棺材板都被掀翻，白骨都露出来了。老夫人听到后直接就晕了过去，老爷脸色也不好，这不派了老奴来，说请夫人回去商量修缮祖坟的事。廷洪德不是说要把我埋他家祖坟里吗？现在祖坟都没了，看他往哪儿埋。廷家的祖坟在他进门第2年，他就派人彻底修缮了一遍，花了不少银子，堪比大户人家。现在祖坟被劈，看他们拿什么银子重修。想必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廷家祖坟被这是大事，你是我儿八抬大轿娶回来的正妻，这件事就你去办吧。正妻？这会儿知道我是正妻了。我说老爷，你这脸是怎么回事？摔的吗？以后出门要小心些，这要是摔出个好歹可怎么办？还有，廷家祖坟都被劈了，以后下雨天你还是也少出门的好，安全第一。青叔，你是正妻，这件事还是你来吧。当年祖坟重修的时候就是你办的，如今还是你来办，我们也放心。确定要我办？那行吧，修祖坟是大事，现在宫中有多少银子？拿出1半出来修祖坟。宫中还有50两，就剩50两了，那就拿出25两修缮吧。至于剩下的，那就只能是省着点花用了。说的好听是修缮，可据来人的说法，那基本就等于重建啊。25两，连个零头都不够。还有，现在刚过去半个月，全府的吃穿用户连下人们的月钱都发不出来。听家这祖坟被雷劈的真是时候，劈得好啊！在元夏国，嫁妆属于私人物品，若夫家未经同意擅自拿取，可视为偷盗，传出去让人看不起不说，若对方追究，可是还要吃牢饭的。可是，夫人，奴婢派人去查过了，小姐被掳走这件事是汪氏和那庭渊儿做的，老爷并不知情，到时候他怕是不会承认的。不承认？呵呵，不承认也没关系，只要在帝都所有人心里种下种子就好。夫人，奴婢还查到一件事。那日绑了小姐的人不是用过酷刑后被扔到了叶府门口才交代了一切吗？这件事是七皇子做的。七皇子？木兰苍？我听师姐说，八皇子知道兰兰丢了，就去了七皇子府借了侍卫，所以七皇子帮忙也不足为奇。不是的，主子，奴婢查到七皇子身边的暗卫在八皇子去前就已经派了出去，还在路上跟咱们的人打过照面，更是在咱们前快一步找到绑了小姐的人。这件事虽没什么，但奴婢觉得跟你说一声，七皇子身边有暗卫这件事我知道。这些年七皇子虽说身子不好，但
但皇上和师姐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所以当年他执意出宫住到皇子府的时候，皇上就把身边的暗卫副统领派了过去，一是照顾，二是保护。而其他皇子身边的侍卫最多只能称得上高手。可他在八皇子去前就已经派了暗卫罢了。澜沧是师姐的孩子，兰兰百天的时候，师姐让我将他抱进宫，当时澜沧也在，他是个好孩子。小不点儿，没长眼啊，撞到六公主了。七弟，今日怎么有心情进宫了？不继续窝在你那皇子府里等死了？木兰苍，凭什么他什么都有，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他凭什么能得到你的宠爱？你们才该去死！做坏事的人会有惩罚。青叔啊，你如今是我听家的人，那修缮祖坟你也该出一份力。按我的意思，这次修缮祖坟的咱的银子就你出了吧，这样祖宗们也会更好的保佑你们，这可是功德啊。这功德我可没福气要，还是让给汪氏吧。毕竟要是有听家祖宗们的保佑，他没准就能成正妻了也说不定。叶青叔，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听家可是大家族，我儿还是官儿。你一个江湖女子能嫁进我们听家，你应该感恩，别不知好歹。难不成人多就叫大家族？要是这么说的话，听家祖宅隔壁那穷的连饭都吃不起的张家庄、李家村，每家每户都沾亲带故，岂不家家户户都是大家族？您儿子是个官没错，从6品员外郎，你们听家真是好大的官，好大的家族啊！大家族，多大个家族？你们听家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是有能惠及世代子孙的财富积累？叶青叔，你嫁到我们庭家就该以庭家为主，修缮祖坟是你分内之事，这件事你愿意也得做，不愿意也得做。我叶青叔是嫁给你们庭家了，不是卖给你们庭家了。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谁家修缮祖坟逼着儿媳出银子的。你们听家的祖坟有银子修你们就去修，没银子就让听家祖宗们睡在露天。想让我当冤种出银子给你们听家修缮祖坟，做梦！你俩招来！哦，对了，听渊儿被抓走找回来，你们百般照顾，可你们别忘了，我的女儿在前一天也被人掳走了。既然你们一碗水端不平，那我就带着兰兰回娘家住一段时间。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别来打扰我们。夫人，您的嫁妆还在家里，咱们不在府里。要是他们私自动了您的钱，要的就是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动我的嫁妆，这样将来和离的时候就又多了一项礼，我也能顺利的带走兰兰。毕竟，兰兰不能有个偷人东西的爹和祖母。你找人盯紧了，他们应该这2日就要动手，将他们什么时候拿的都拿了些什么，全都记好。那里面可是还有师姐赏的呢。再有半个月就是师姐的千秋宴，以师姐的脾气，怕是会当场直接下懿旨赐下和离。若以廷洪德跟我大婚前与人无美苟合，并在我有身孕后将其和孩子接入府中抬为平起一事和离，理由专归是谢姐夫的担保。毕竟在是偷盗和伙同他人将嫡妻的孩子串通贼偷去这件事，足以要了他半条命。就你会告状？走，去御书房告状！快呀，推走！不然一会儿他就该把锄头拿倒了。兰兰小姐，不是锄头拿倒了，是倒打一耙。啊？对，就是倒着拿耙，快走！黄婆婆，我要告状！这是怎么了？摔倒了吗？出来，赶紧去拿药膏，小姑娘身上可不能留疤。是。看着小手红的，皇后看见该心疼了。来，告诉黄伯伯还有哪儿疼。算了，福来，别拿药膏了，你马上让人将太医院正给朕喊过来，速度要快。啊，这小姑娘是谁家的？不知道，没见过，不会是哪位公主吧？你聋啊？没听见刚才这小姑娘叫皇上黄伯伯吗？怎么可能是公主？皇上自从娶了皇后娘娘，就再也没去过后宫。八皇子是皇上最小的皇子了。就是，
这孩子看着最多也不过2岁，怎么可能是皇上的孩子？那是皇后娘娘偷偷生的。你是不是缺心眼儿？皇后娘娘生个公主还用偷偷的？谁不知道皇后娘娘在生下8皇子之后，做梦都想生个公主。但娘娘怀8皇子的时候，发现7皇子的身子忧思过虑，积郁成疾，所以这么多年也没能再有身孕。那这个孩子是……嘘，咱们这位皇上，就是皇上想让咱们知道，咱们自然都会知道，就只给了皇后娘娘一人。你们要是再在这乱猜，让皇上听见，被拉出去打板子，都算你家祖坟青烟冒的浓。那什么公主骑虎窝，把窝撞飞，说窝不长眼，让窝跪下，说美人哥哥活着丢年就该去死。他还说要回去告状，让他哥哥和母妃不放过我们。放肆！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让你跪下，还让朕的儿子去死？你说是第几头猪？回皇上，是6公主。当时小姐在御花园放风筝，确实是6公主在明明看见小姐的情况下，还主动撞过来，将小姐撞飞后，还对小姐和7皇子出言不逊。7皇子第一时间将小姐抱起来，6公主身边的嬷嬷伸手要抢小姐，给6公主下跪道歉。属下斗胆将那嬷嬷的手折断，和6公主一起扔到了花池里。属下在宫中对公主出手是大不敬，还请皇上责罚。你做的没错，起来。下次要在这种胆大包天的公主或者皇子，你直接出手就是，不必跟朕汇报，也不用请罪。兰兰乖哈，等黄爸爸一会儿，黄爸爸跟这些老东西商量完事情，就带你去出气。算数哦，兰兰在这儿等。反正那6公主的哥哥是什么董，得好好教训。什么董？就是，哎呀，捡来的婷妮儿，知道不？就比如她是捡来的。兰兰，你的意思是说6公主的哥哥不是朕的孩子，是野董对吗？对，就是野董。皇上您别急，兰兰小姐还小，或许不知道野种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听见别人说这才学了来。皇上您别急，兰兰小姐还小，或许不知道野种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听见别人说这才学了来。福爷爷，我懂。野董不是你亲生的，你不行，是不是？兰兰看见了，亲眼看到的，他哥哥是野董。别说了，兰兰乖，别说了哈，黄伯伯信你。有本事你进来劈死我，劈不死我就说啊！哼，算你跑得快，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敢管我，脑瓜子给你劈掉！皇上。让他们进来！皇上，皇上，您可要为穆舒雅，是你将兰兰推倒，逼她下跪，还说朕的7皇子给皇室丢脸，让她去死的。皇上，舒雅她女儿冤枉啊！是那个小不点自己跑过来撞到女儿身上的，女儿这才让他道歉。至于7弟，是他先让人将女儿扔到池子里，女儿气急了，这才口不择言。穆舒雅，就算你是公主，7军也是要砍头的。皇上，你闭嘴，朕没问你。穆舒雅，回答朕的问题，是不是你主动撞的兰兰，还辱骂澜沧的？是，可你找死是不是？你居然敢故意撞兰兰，还敢说本宫的儿子活着丢脸，让他去死！穆舒雅，我告诉你，若是兰兰和本宫的儿子有个什么不依，本宫定会亲手宰了你！黄伯伯，漂亮剑借我用用，我出去劈死那狗东西。兰兰乖，那剑太大你拿不动，乖啊，等回头黄伯伯找个小的给你玩。你们不懂，他们骗我，欺负我，现在还吓唬我。今天我跟那狗族姓必须死一个！你闭嘴，狗东西，好什么好，还不让人说话了？有本事
你进来，皮是我，皮不是我就说。哼，算你跑得快，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再敢管我，脑瓜子给你劈掉！黄伯伯，漂亮剑借我用用，我出去劈死那狗东西。兰兰乖，那剑太大你拿不动，乖啊，等回头黄伯伯找个小的给你玩。大皇上，让他们进来！女儿冤枉啊！是那个小不点自己跑过来撞到女儿身上的，女儿这才让他道歉。至于七弟，是他先让人将女儿扔到池子里，女儿气急了，这才口不择言。你找死是不是？娘娘，舒雅还小，要是就有错，也是我这个当母妃的错。皇上还没说什么，您怎么能动手打人？你的错，把公主教的跋扈，你确实有错。她都11岁了，什么不懂？你别以为本宫这些年没工夫理你们就什么都不知道，本宫知道可多着呢。穆舒雅身为公主，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她样样不行，偏偏跟那村口泼妇一样，到处讲人家是非罪行，没有口德，出口伤人。在宫中学了什么多年礼仪教养，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不成？还有你，她若不是平日里从你嘴里听到的这些话，她能出来说？来人啊，将六公主拖出去掌嘴50。至于明妃，皇上你自己看着办吧。你呀你，要打人何必自己动手？这不是还有工人呢吗？怎么样，手疼不疼？你打了他们2个，可就不能打朕了哈。来人，传朕旨意，明妃从今日后降为嫔，禁足明月宫，无朕旨意不得外出。黄伯母打得好，就是野董没来，怪可惜的。什么董？这件事啊，我早就知道。你早就知道了？是我早就知道。兰兰说的没错，大皇子确实不是你的儿子，而是明妃回家探亲的时候与他表相私通生下的，为的就是皇长子的位置。我本想告诉你，可考虑到你那自尊心，就一直没说。反正你也没有立大皇子为太子的意思，不是吗？你说的不错，朕当年虽然应了那些老家伙的话，充实后宫，也有了子嗣，但还是将希望寄托在咱们的孩子身上。哪怕兰仓的身子不好，在朕心里笑。兰兰送黄伯母金子。你这个小财迷，平日里看见黄伯母赏人的金瓜子，都恨不得全装自己那小荷包里，你还能给黄伯母送金子？当然，但不是兰兰的，是野董的。野董他有金子。你呀，他是皇子，肯定有金子。你这是要拿别人的金子送给你黄伯母，怪不得这么大方。朕这里也有金瓜子，一会儿就让人把你那小荷包装满，好不好？不是瓜子辣那么小的金子，是那么大那么大的山那么大。山那么大，该不会是金矿吧？不知道，反正那么大，一车一车往外运。兰兰也想要，送给黄伯母。黄伯母买一买就高兴了。娘啊，有没有想兰兰？当然想了。兰兰这几日在宫里有没有听话呀？听了，我还做好事了你。还有，野董不是黄伯伯亲生的，我看出来的。当时黄伯伯的脸色过好看嘞，都绿了。新爹，金矿，野董，天哪，他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啊？娘啊，那个人好厉害，嘴里能喷火。夏秋姨姨，喏，给赏钱。娘啊，那个是用糖做的兔子吗？买一买。可以买，但只能拿着不能吃。小孩子不能吃太多甜食，会坏牙。娘啊，挠挠脸也没用，不能吃就是不能吃。我不吃了，我拿着看，真的。夏秋姐姐拿着你看也是一样的。娘啊，挠挠脸也没用，不能吃就是不能吃。我不吃了，我拿着看，真的。夏秋姐姐拿着你看也是一样的。你们的宝贝我来啦。娘啊，不是二娘，你看那边是渣爹。这廷宏德祖坟没银子修，倒是有银子出来陪外室逛街，真是不要脸。难道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妻子和女儿吗？什么东西！青叔，你也带兰兰出来玩啊？青叔，你在这里订房间了吗？正好，咱们一家人坐一起。我已经好几天都没见到兰兰了，想她了。你想兰了？什么时候想的？怎么想？带庭院儿出府玩的时候想的吗？还是买东西的时候想的？你身后小厮这大包小宝的，里面可有哪个是给兰兰买的？当然有，
这是我特意给兰兰买的蛋黄酥，就城南那家。你要害死我！婷兰，你胡说什么呢？这是爹特意给你买的蛋黄酥，哪里就是想害死你了？爹爹想你了，来，快让爹爹抱抱。田宏德，成婚第1年，你在我身怀6甲的时候带外室回府，还有一个比兰兰还大2岁的女儿，甚至还抬外室为平妻，享受着和当家主母一样的待遇，这就算了。本想着孩子要有个配当爹吗？蛋黄酥是你那外室的女儿喜欢吃的，我女儿从小对鸡蛋过敏，你这不是想害死她又是什么？他要害死我，要害死我！不许给他，那不是爹你特意亲自去给我买的吗？还排了那么长的队，不是给他的。那蛋黄酥是我喜欢吃的，不是给他的。青叔，闭嘴！你别吊我，我真是瞎了眼，当初怎么会嫁给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兰兰还小的时候，不知道她鸡蛋过敏，误食了一口鸡蛋羹，差点因过敏而窒息。当时我派人去找你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是怎么说的？他死了才好。你说他死了才好？你如今说你想兰兰了，你可配？你今日这番作态，无非就是没订到房间想蹭我的。我告诉你，那是我订的房间，用我自己的银子订的，跟你没关系。我更不想跟你的外室和外室女同坐在一个屋檐下。所以听洪德石大人，好狗不挡道，请让开。夫人正在上楼梯，老爷，你这是想把夫人和小姐都从楼梯上拽下来，好霸占房间吗？景儿乖，别气别气。你看，青叔没吃亏，一点亏都没吃。再说了，千霄就在那边呢。你告诉千霄，让他今晚轻点打，要打死也得等青叔和离以后。虽然我恨不得他现在就死，但不能让青叔当寡妇。好了，青叔特意给让扫了咱的兴致。夫人，好消息，有好消息！夏秋姨，虾米好消息，捡银子的话要分1半哦。夫人，您猜的没错，田洪德果然在那天咱们走后偷偷动了您的私库，应该是怕咱们发现，所以只拿了几件小东西，但全都价值不菲，其中还有皇后娘娘私下给您的玉镯，他一共将东西典当了1万两，其中4000两给了听家族人，让他们重建祖坟，另外6000两给了汪氏和庭渊儿买了衣裳和首饰，应该是给他们准备参加皇后娘娘千秋宴那天穿用的，其余剩下的银子也全都给了汪氏当平日里的花用。不过不巧的是，他去的是咱们的当铺，这是字据，奴婢已经给拿回来了。早料到他会有这么一出了，他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事事都以他为先的我，想着这件事被我发现之后随便哄2句就过去了，简直是做梦。他是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女儿后，我还能忍他的？我简直恨不得他死。夫人，还有一件事。娘写的鲜米，是战王府的帖子，老王妃要过寿，可按理说这帖子不是应该送到石府去吗？怎么送到了叶府？罢了，既然收到了就去吧。战王府，怎么那么耳熟呢？好像在哪儿听过。老王妃过寿盛日，几乎整个帝都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尤其是有女儿的。这战王虽说年纪大了些，但长得好啊，是帝都所有少女心中完美对象。前些年战王府的大门都快被媒婆踏破了，可那战王是能救躲劫躲，一度让人以为他不喜欢女子。老王妃因为这事儿愁得整天唉声叹气，可又拗不过，最后只能天天烧香拜佛骂祖宗。老王甚至还偷偷给他的房间送过好几个美貌的男子，结果全都被他打包送去了皇宫。青叔，这就是小兰兰吧？哎呀，长得可真是好看，我已经很久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了。可不是嘛，要不说还是人家青叔会生，不像我，做梦都想有个女儿，结果到头来生了4个臭小子，每天上房揭瓦，让老娘拿着鸡毛点子撵着抽。这小兰兰我真是喜欢的不得了，要咱们来定个娃娃亲，我保证将兰兰当自己女儿就长家。要是谁敢欺负兰兰，将兰兰让她受委屈，老娘剥了她皮，打个半死赶出家门。哎呦，这算盘让你打的，就你家有儿子呀？我家也有，就是年纪大了点儿，但是大点会疼人呀，青叔。渊儿见过八皇子哥哥。八皇子哥哥，上次您带渊儿去的那个梅林真漂亮，什么时候可以再带渊儿去？汪夫人，好福气啊！还有您给渊儿买的零嘴儿，渊儿也很喜欢，谢谢八皇子哥哥。这渊儿竟然跟八皇子关系这么好，两小无猜。
说不定长大自有一番缘分呢。汪夫人真是好福气。是呀，这帝都谁不知道皇后娘娘就只有八皇子和七皇子2个儿子？这八皇子说不定将来汪夫人真是生了个好女儿。是啊，我也听说了，这八皇子总往3天2头的往石府跑，还送去不少小玩意儿。听说前些日子渊儿出门走丢了，八皇子连夜派人去找，连皇后娘娘都被惊动了。哪有你们说的那样？八皇子还小，渊儿也还是个孩子呢。说这些太早了，到时候还是看他们自己如何发展吧。夫人，庭渊儿才4岁，这也太有心机了吧？八皇子明明就是离本皇子远一点，你身上的香粉简直要把本皇子熏死了。还有，本皇子可不是来看你，本皇子是来看兰兰的。上次的皇家梅林也是本皇子专门带兰兰去，零嘴也是特地给兰兰准备，是你自己赖着非要去，还把本皇子给兰兰准备的零嘴吃了个精光，本皇子甩都甩不掉你。我凉，没欺唬人，我凉，一个字都没说。也请各位夫人不要误会，本皇子跟庭渊儿可不是什么两小无猜，平日里到听府也是去看兰兰，本皇子跟他一点也不熟。那些侍卫也是因为兰兰走丢了派出去找兰兰的。至于庭渊儿，他丢不丢的本皇子有什么关系？夫人，兰兰，你们可算来了，我听说你们也会来，已经在这里等许久了。这是宫中新研究出来的点心，我一尝就知道兰兰肯定喜欢吃。夫人放心，这点心我特意让御厨一点糖都没放，不会坏牙。娘，请帖不是在咱们手里吗？他们不是应该连门都进不来吗？他们肯定是偷偷进来的。娘，找人将他们赶出去，快将他们赶出去！这老王妃的寿佑请的全是各府主母，若是本夫人没记错的话，青叔才是听府的主母吧？汪氏，你说好听的是个平妻，可咱们元夏国哪有平妻一说？不过就是个妾罢了。廷大人有正妻不带，倒是带着妾室来参加寿宴，这是想打战王府的脸吗？请夫人恕罪，帖子夫人您带着二小姐回了娘家，什么都不管，就连祖坟坏了都不修缮。老爷是看前段时间幺儿被掳走受了惊吓，这才带着我们来的。夫人，我们走便是了。我凉，没欺唬人，我凉，一个字都没说。还有请帖，请帖，我们是从大门正经走进来的。本夫人什么都不管。本夫人的女儿在庭幺儿丢了的前一日也被人掳走，庭宏德也是兰兰的爹，他可曾来看过一眼？可曾问过一句？祖坟坏了我不修缮，可听府现在不是你在当家吗？况且本夫人已经说了，宫中拿出1半银子去修缮听家那被雷劈了的祖坟，是你们不愿从宫中出，非逼着我来出这个银子，本夫人这才不管。老王妃的寿宴，你愿意叶家就待着，不愿意待着就走。本夫人今日上写的是叶府，是我和兰兰的名字，跟听家没关系。祖坟被雷劈了，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我也听见了，就是被雷劈了。天哪，祖坟被雷劈，那是造了多大的孽，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你们没听见刚才叶夫人说的吗？听家的祖坟被雷劈，居然不从宫中出银子修缮，而是逼着当家祖坟劈谁家？说的也是，小妾当家，果真是房倒无塌。您是听家的夫人，如今怎么能说跟听家没关系？这听家不是有你吗？少本夫人一个不少。汪夫人，你有说话这功夫，还是快将孩子哄一哄吧。这就是叶小姐和兰兰吧？怪不得叶小姐。兰兰呀，让姨姨抱抱好不好呀？不好。这小孩子呀，礼仪和教养要从小教才好，不然带出来多惹人笑话。杜夫人，你有着操心别人的功夫，不如先管好自家女儿，3天2头的追着人家3皇子跑，这礼仪和教养可见一斑。夫人说的是，前几天三哥还跟本王子说，这杜家小姐都快要将他吓得不敢出府门了。杜夫人和侍郎大人确实该好好管管府中小姐。咱们元夏国虽说民风开放，但也没开放到女子可以当街抢人家做自己夫婿。更何况，若是本皇子没记错的话，杜家小姐上个月及笄，可是比本皇子的三哥还大上半岁呢。兰兰有礼貌的，知道在寿宴不能哭，不让姨姨抱，会累着姨姨。你才这么小一点儿，累不着姨姨。能的，姨姨肚里有宝宝。什么人？二小姐年岁小，还是不要让她乱说吧。不管是不是兰兰乱说，还是找府医来打脉看一看吧。要是万一真有了身孕，也得注意一下。老王妃到！到时候要是诊出侯夫人的肚子没动静，看他们娘俩怎么收场。快给侯夫人瞧瞧。恭喜侯夫人，您这是贺喜侯夫人。虽然从脉象看只有1个多月，但老夫是肯定不会诊错的。大喜，这可真是大喜呀！这要是让侯爷知道，指不定多高兴呢。你可真是姨姨的福星啊！
依依多年没有身孕，本来都已经放弃了。兰兰来了，依依就有了身孕。谢谢你，依依，谢谢你。依依，不谢，涌泉相报就好。好，依依涌泉相报。你说要让依依怎么报？只要你说，依依肯定做到。这怎么可能？子嗣无望。依依，装满，铜板，装满。依依说话要算数，快涌泉，涌铜板。依依，装满，铜板，装满。依依说话要算数，快涌泉，涌铜板。让侯夫人见笑了。这娘俩要的什么？涌一半也行，涌一半。兰兰告诉依妮一个秘密。不用金瓜子，用铜板就行。用了金瓜子会被梁没收，梁说小孩子身上带金瓜子太招眼，容易被坏人定计。够不够呀？若是不够，明日你拿着麻包袋到武安侯府，不管多大的麻包袋，依依保证全都给你装满。够了，依依的荷包兰兰不要，依依自己留着买一买。兰兰说话算数，告诉依依一个秘密，依依肚子里是个弟弟哟。啊！别误会，我只是来走个过场而已。马不过打不起，当个天雷真是太难了。不错，真是不错，是个好姑娘。请。夫人，战王为什么总看您啊？您和战王认识？不认识。认识啊。你说什么？认字，窝心爹。兰兰乖哈，以后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我没乱说，是他自己要给我当爹的，我没逼他，我只是同意了。梁，虾米时候能换爹？渣爹在对面使劲瞪你。肘。兰兰乖，今天没有肘子，你先凑合吃点，要实在想吃，等寿宴结束我再带你去可好？肘，出去，带我出去，夏秋依依留在这里。是小炮弹。臣父见过战王。新爹的嘴被浇糊上嘞，说话呀，说呀！本王的，他再本一会儿王，我梁就丑喽。叶青书，王爷可是有事？本王，王爷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臣父就先回去了。你等下，本王有事。新爹的嘴被浇糊上嘞，说话呀，说呀！本王的，他再本一会儿王，我梁就丑喽。兰兰不急，皇叔他紧张虾米，可能是怕被夫人拒绝吧。青书，你可记得本王？王爷说笑了，今日是臣父与王爷第一次见面。不是的，青书，这不是你我第一次见面。你在4年前可是受了重伤，最后昏迷在帝都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确实有这么个事情，但王爷是怎么知道的？那你可曾记得什么？4年前，山庄因帮助朝廷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所以被许多门派联合围剿。可没曾想，却在半路外听招后遭到埋伏，身受重伤。我逃到帝都附近的一个市小村子后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久，恍惚中觉得有人叫我，一张男人的脸，天洪德。不是他，不是他，是本王。王爷的话是什么意思？青书，不是他，不是听洪德，是本王。当年本王在边境打仗得胜回朝，因着母亲生辰快到了，便提前赶了回来。帝都附近那小村子里有一家姓李的卖货郎，他家的栗子糕尤其好吃，我母亲特别喜欢，所以本王特意绕道去买。到了已是深夜，本王在进村子的时候，发现有一群人在鬼鬼祟祟的搜寻什么，本以为是敌国奸细，可没想到在一处草棚遇到了重伤的你。王爷是说，当年救下我的不是听洪德，而是你。可当时我明明看到的是……本王派人去查了，
当年有一个农户的妻子提前生产，他去请稳婆的时候路过了那个草棚。他说他当时确实看见了受了重伤的你和廷洪德，他还告诉廷洪德可以先将你送到他家里，他请了稳婆回来就带你们去找郎中。可他回来的时候，廷洪德已经不见了，里面就只剩下昏迷不醒的你。等他将稳婆送回去再回来救你的时候，你已经被本王救走了。当年廷洪德他跑了，许是当时他叫醒了昏迷的你，可你再次昏迷的时候他就跑了，所以你才会以为是他。青叔，不是他，是本王。怪不得，后来当我在路边遇见买个馒头的讨价还价的丁洪德时，他会那么震惊。怪不得这几年我每次问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怎么救我的时候，他都支支吾吾地岔开话题，只说是缘分。原来根本就不是他救了我，原来这些年他都是在骗我。青叔，你不要有心理负担，一切都交给本王，你只要考虑你愿不愿意即可。你个小丫头，你知道些什么你就同意了？我记得他，我心姐。王爷，亲叔和离后，此生只想守着女儿过一生，并没想过再嫁他人。王爷的情谊，亲叔只能说声抱歉，但王爷的救命之恩，亲叔会记得。亲叔说话算数，不管何时，只要王爷所求不违背道义，西宁山庄都会鼎力相助。心姐爷爷，加油！一根亮亮亮昂昂昂，命中注定嘤嘤嘤。皇叔，别放弃。当年父皇就是靠着不要脸才把母后追到手的，您放心，你皇叔我呀也不要脸。夫人，廷洪德怕是已经听说了侯夫人和老王妃喜欢小姐事情，这会儿想借着小姐的关系攀上战王府，主动提出让听渊儿给老王妃献艺呢。凉啊，大姐这是在揍古琴嘛？能不能让大姐轻点揍？古琴都被她揍哭嘞。夏秋姨，夏秋姨，给打赏，快别让大姐揍了，古琴实在太可怜了。这古琴奏的确实难听了些，本王的战王府有乐师，还是听些悦耳的吧。兰兰，跟本王去前面做客好，等一会儿本王给你涌泉。我今天身体有点不适，先走了。叶青书，你好歹是我的夫人，怎么会那么不知轻重？你不知道武安侯府的涌泉相报价值鹅河吗？我被贬官，你不求武安侯夫人帮我官复原职，居然随着庭兰胡闹就只要了一荷包的铜板，你就那么缺银子？这么多年我是缺你吃了，还是短你喝了？明日你就去武安侯府，以探望武安侯夫人为名，求侯爷替我说2句好话，让我官复原职。庭兰虽比不过渊儿，但好歹也有些用处，知道哄着侯夫人说她肚子里的是个男胎。侯夫人有了身孕，侯爷一高兴肯定会答应。叶青书，你居然敢打我！我可是你夫君。廷洪德，你口口声声的说兰兰不如你那外室女，那你如今又凭什么要用人家对兰兰的宠爱帮你官复原职？有本事你找你的汪氏和藤渊儿去啊！还这些年你是缺我吃了，还是短我喝了？廷洪德，你是怎么舔着脸问出这句话的？你们听家往上数8拜，全都好吃懒做、眼高手低、穷的。我嫁给你的时候，你们听家在这帝都连个宅子都没有，你和你娘就住在城西最角落里的一个漏雨的破屋子里，就那破屋子还是租的，是我嫁给你之后给你们买了宅子。你们这几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花的我的？至于你那点俸禄，我跟你成婚2年多，连一个铜板都没见着，后来才知道，全都被你拿去养外史了。廷洪德，我现在问你，当年我受重伤的时候，真的是你救了我，把我送到医馆的吗？当然是我救了你。当年要不是我把你送到医馆，你早就死在那小村子里了。哼，是吗？你救了我。好，那我问你，你手无缚鸡之力，当时天色已晚，你是怎么把我送到10几里外的帝都的？廷洪德，那可是帝都里最好的医馆啊！我爹派人去接我的时候，郎中跟去的人说过，救下我的人当时一脚将他眼门踹个粉碎，花重买下他医馆里最好的药材，其中更是有1脸1株价值千两干净，你哪来的银身？我可真是傻，傻得可笑。只因为昏迷期间看到的是你，所以从没想过这些。廷洪德，别着急，咱俩的账可有的算。现在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别逼我对你动手。青叔，青叔，你听我解释，不是那样的，真不是那样的。青叔，青叔，完了完了，他真的知道了。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当时不是已经昏迷了吗？不对，这件事不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呸！什么东西，还救人？原来是占了别人的功劳，说人是自己救的。就是他怎么那么不要脸？这么多年花着人家叶氏的银钱养着外室，居然就连那廷府的宅子都是人家叶氏出钱买的。哎呀，还有你们不知道的呢，其实廷凤强父母也挺不识东菜的，然后还嫌弃人家叶氏是江湖女子，不是世家出身。他也不看看他自己是个什么，他自
自己本身就是大字不识的泥腿子，还好意思嫌弃别人？他儿子没贬官之前就是个四品官，他还真当自己是太后娘娘了，什么都要最好的，还时不时让儿媳妇站规矩。这叶氏估计也是念着曾经的救命之恩才忍了这么多年。现在真相大白了，我看这听爸是要惨喽。他呀，被贬官也是活该，花着正室的银子养外室，最后还把外室抬为嫔喜。我可是听说，他那外室在他娶人家叶氏之前就已经勾搭上了，只是舍不得人家叶氏的银子，才将人娶进来。这种人真是够不要脸的。我本来还以为我家那个就够混账的了，现在这么一比，我家那位还真是相当凑合的。当年我真的不该只相信自己朦胧中的一眼，就什么都没去调查，轻易相信了他。凉啊凉，走，去看戏。这大清早的哪有戏班子场戏？你要想去看，等吃过午后，娘带你去。不像那个戏，是能让凉开心的戏。凉，还去那天吃饭的那个楼，能去吗？能去，那个楼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是你的。娘在去年就已经将10顶楼过到你名下了，不仅那个楼，还有其他的一些产业。算了，有些东西本来想等你长大些再告诉你带你去的，可娘的兰兰这么聪明，跟别人不一样，就算现在带你去也没什么，你别多想。不是你不好，你从小跟在我身边，怎么会不好？只是如今兰兰慢慢长大，不像小时候一直抱在怀里就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从前我顾着廷宏德，很少用山庄的人，就连婢女都只带了你一个，其他全都是从外面买来的，就怕伤了他的自尊心，这才导致了上次兰兰被掳走。夏秋，当年救我的人不是廷宏德，而是战望袁千霄。对，是我亲爹。等事成那日，本王绝不会亏待你的。哎呀，王爷别，这是酒楼了。凉啊，我知道他们在干嘛。八哥哥上次带我去梅林的时候，遇到了那谁家的小姐来着，那谁家就跟一个公务子在梅林外围不要为讨厌的，他们还夏秋，当年救我的人不是廷宏德，而是战望袁千霄。对，是我亲爹。夫人，这廷宏德也太不是人了。他当初追您的时候，一个劲儿的往山庄跑，庄主不同意，他就死皮赖脸的每天在山下等着。您看在他的救命之恩，时常暗中接济他，就连他养外室抬外玉为嫔妻，您都看在这恩情的他份上忍了。现竟然连这救命之恩都是假的，他简直是太可恨了。不行，这口气奴婢咽不下，奴婢去杀了他。不行，现在不能杀了他，杀了他您就成寡妇了。奴婢去揍他一顿。您和黎前，奴婢每天都去揍他一顿，奴婢揍死他。不用你去揍，战王已经揍过了。上次咱们回去你不是看见了吗？揍挺惨的。凉，走呀，快走呀，不然赶不上了。凉呀，那个外室就在咱们隔壁的房间里。外室？小姐是说汪希曼？对，就是她。她跟别的男人在咱们隔壁的房间里。凉啊，去听听吧，去听听好不好？王爷，您这次真要帮人家才行。那廷宏德晚不知道发了什么疯，昨晚回去后就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我好心去看他，他还吼我。那还不是你办事不力？你都进了廷府这么久了，什么都没拿出来，现在还有脸在这儿跟本王诉苦？那这也不能怪我啊，要怪就只能怪那个叶青书。这1年多，他几乎深居简出，就守着庭兰，在自己院子里几乎不出门。前些日子，我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让渊儿趁着叶青书不在府里，把那小崽子骗出来。可那些人居然只将他扔到山上，没下死手，还让叶青书将人找了回来。王爷，您说过的，等您将来成了大事，会许我当贵妃的。还贵妃？可真是敢想！就这个没用的王爷，当年夺嫡的时候都不行，这会儿得了我的银子就能行了，简直是异想天开。等事成那日，本王绝不会亏待你的。哎呀，王爷别，这是酒楼了。凉啊，我知道他们在干嘛。八哥哥上次带我去梅林的时候，遇到了那谁家的小姐来着，那谁家就跟一个公务子在梅林外围不要为讨厌的，他们还你看见了？我想看。可八哥哥把我抱走了，还捂了我的眼睛和耳朵。凉啊，为啥嘛不能让我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他们在比武，对，他们在比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王爷的武功一定很厉害。凉，你听，汪夫人都哭了。夫人，是汪氏吗？是他。还有文川王，那不是先皇收养的儿子吗？还让他上了皇家族谱，成了2皇子。他在当今圣上登基的时候就自请去封地了，怎么会跟汪氏在一起？汪氏和文川王有一腿，那庭渊儿是不是？
不是哟，夏秋一役，要让你失望喽。不过那2人都以为庭院儿是他们的孩子，但不是哟。那文什么王根本就不能生，不能生？他有病？不是哦，他没病，他命中无子。其实他也不是没病，他还是有一点病的。他身上有一些好玩的东西，作恶太多的缘故。穆家先祖是土匪出身，称帝之后让百姓免受战乱，这是不错。可一开始的时候，为了服众确实杀伐太重，以至于每一代穆家人都会有几个遭报应，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做不好的事情会对子孙后代。可木兰苍不是坏人，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不知为何他一看就喜欢。兰兰，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快下来，爬那么高太危险了。虽说娘也很后悔让你有那么个爹，但没办法，你还真就是他的崽。不过没关系，等娘跟他和离后，你就只是娘一个人的崽了，跟谭帕家再没关系。那行爹你。小孩子家的别乱说，好好吃饭，一会儿娘带你去个地方。你说什么？再说一次。大人，庭家祖坟又被雷劈了。我不是已经给了上次来的人银子，让他回去修缮祖坟了吗？是给了，可祖坟才修缮到一半就又被劈了。族长说剩下的银子不够，还说让您最近务必回去一趟，最好是找个高人一起回去。大人，现在族里族外议论纷纷，全都说祖坟被劈是因为您在这帝都做了缺德事儿，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所以才专挑听家祖坟劈，不然周围那么多家的祖坟，怎么就偏劈听家的？放屁！本大人能做什么缺德事儿？再乱说，小心本大人治他们的罪。本大人知道了，等皇后娘娘千秋宴后，本大人会回去一趟。儿啊，发生了何事？我听下人说族中来了人，可是祖坟修缮好了。娘跟你说话呢，你这是怎么了？娘，您相信报应吗？儿啊，什么报应不报应的？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怎么还说起胡话了？娘，刚才老宅来人了，说庭家祖坟又被雷劈了。什么？又被劈了？怎么会又被劈了？祖坟被劈，那可是报应啊！儿啊，你老实跟娘说，你有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是有，你千万别瞒着娘，娘跟你一起想办法。我当年为了汪氏对青叔青叔怕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又如何？她一个江湖门派的女儿，除了有点琴子有点人，还有什么？不像汪氏，虽说是庶女，但好歹也是尚书府的人。你是在礼部任职，汪氏又是礼部尚书的女儿。若你老丈人肯为你走动，官复原职是迟早的事情。至于叶氏，她这些年对咱们娘俩有求必应，咱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显然对你是有感情的。过几日是皇后娘娘的千秋宴，你趁着机会好好哄哄她，自然就回来了。不管祖坟是不是因为这件事，人哄好后，你们一起回去一趟，让他给祖宗们磕几个头，告诉祖宗他是自己愿意的，不怪你，这件事就算完了。娘觉得祖坟被劈未必是因为这件事，这样的事情谁家没有？为什么偏偏只有咱家祖坟被劈？儿啊，这只是为保心安而已，到时候你还是要请个高人一起回去稳妥些。娘听说帝都京郊的护国寺很灵现，大师个个都有真本事，就连皇家宗祠也在那里。你明日就跟汪氏一起去看看吧。娘，咱们的银子不多了。那有什么？银子不够就去那叶氏的私库拿，她的嫁妆那么多，拿一两件不起眼的她发现不了。再说了，你俩这么多年夫妻，连孩子都有了，就算他知道了又如何？难不成还真能跟你和离不成？不过就是吓唬吓唬你。他一个和离还生过孩子的妇人，还能有别人要他不？他这辈子就只能是我听家妇，你只管放心就是。青叔，你怎么也来了？娘，这是哪里呀？这是护国寺，娘带你来求个平安符。跟谁求？请问施主可是姓叶，小施主可姓听？叶施主，我们驻主有请。小师傅，我是叶氏的夫君，正好我们一家一起去拜见下住持。不好意思，这位施主，我们住持只请了叶施主和石小舍上2人，您要烧香请前面走，求签往左边。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赶紧带着渊儿去给府中求求平安，求求你夫君我能早日官复原职。
么玩意儿？要不是看在叶青书那嫁妆的份上，你以为你老娘愿意这么跟着你？娘，咱们什么时候能回王爷爹爹身边呀？月儿想王爷爹爹了。月儿乖，再忍忍，等王爷爹爹成事了，你就是公主。但你要记得，这件事现在就只能是你和娘知道，不然月儿可就当不了公主了哟。娘，月儿知道的。王爷爹爹和娘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月儿将来能当公主，月儿不会乱说的。虽然咱们跟王爷爹爹很少能见面，可王爷爹爹很疼月儿。当然啦，你可是你爹爹唯一的孩子。怎么还没来？是不是你那小和尚认错了人？这都多久了？要不是怕给他招闲言碎语，本王就亲自去了。你不是最会算吗？来来来，快拿你那些破签子给本王算算，看他们母女俩是不是在路上遇见什么危险了。不行不行，签子不行，还是用你那龟壳吧。本王知道那是你师父留给你的，你平日里宝贝的不得了，肯定算得比签子准。快，就用那个龟壳算。在哪儿呢？是不是挂腰间了？哎呀，你倒是快点啊，慢腾腾的。来来来，本王帮你拿。贫僧身上真的没有。少废话！没有，王爷，您别这样，真的不在贫僧身上。哎呦，行了，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您信贫僧一次，就信一次，行不行？快别翻了，他们真的已经到了，贫僧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了。你不是喜欢我俩吗？怎么可以跟别人在这里比武？那个，青书兰兰，你们别误会，本王是看你们许久都没过来，想着让这死秃子算算你们到哪儿了，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真不是。兰兰，他们不是在比武，大师是出家人，不能比武。行吧，那我就勉强还认他当我亲爹。你总看我干什么？想抢我果果？不是，贫僧不是想抢你果子，贫僧是看不清你，所以才多看了2眼。我懂，颜色不好嘛。大师，不瞒您说，我今日来就是想给牛女儿求个平安符，没曾想见到了您。若有什么，您直说无妨。明孝，带小姐去外面玩玩，只在附近转转就好。娘，放心呀，我不会乱跑的。小主子，您想往哪边去转转？走，去那边。主子，前面是皇家公祠，没什么好玩的，咱们还是回去吧。可算到了，我找的就是这里。这下我终于可以指着他们骂了。一想起美人哥哥坐在轮椅上，气得我心脏都疼。宁依依，你口茶夹来。宁依依，你就守在这里，不用跟我进来。慕人志，慕富贵，慕有才，慕有德。你知道有多少百姓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吗？你没银子为百姓和那些战死的士兵们善后，将罪孽全都留给了后世子孙，你好意思吗？还好倪家后面几个子孙有出息，善待百姓，不然倪木家早就没了。不过倪最奸，知道找高人庇护，做善事，结果善事还不足以抵消罪孽的时候，你嘎巴使了。你挺会啊。还有倪就是开国先祖是吧？你好好的窝这么阔爱，你姐是什么表情？你不好好管教你儿达，一天到晚就知道打仗，就这，你还美呢？你有虾米可美？瞅瞅你把美人哥哥害的，你还有你。太欺负人了，简直太欺负人了！骂就骂吧，还追家里骂来了。像我等曾为帝王，如今竟被骂得像3孙似的，嘴都不敢还。这小不点儿惹不起啊！不然那天回去，严君也不能。静心大师，您刚才说的话我没明白，什么叫兰兰是他也不是他？不可说。那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女儿这一生会平安喜乐，一生顺利吗？她有没有什么劫数之类的？不可说。大师，其实我能看出兰兰从那日丢了之后，再找回来就跟从前有些不一样，好像比从前知道的更多了。兰兰将来会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能力？不可说。不能说你就一句也别说，说半句话算怎么回事？不知道本王最是听不得说了一半的话吗？让青叔着急，你信不信本王像当年一样把你扔山沟里，让你找都找不回来？还王爷呢，就知道威胁我，什么狗屁王爷，欺负老实人！呀，不，阿弥陀佛，尼僧不是有意要犯口业，不是有意的，您就当没听见哈，没听见。死秃子，
你还不赶紧说，兰兰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小丫头呀，她不是一般人。没了？没了。贫僧不是说了，她不是一般人吗？不仅我们知道，我皇兄皇嫂也知道，还用你说？你倒是说点我们不知道的呀！你们不知道的，那贫僧就更不知道了。你不知道？你说兰兰不是一般人，你找揍是不是？哎，别动手啊！我告诉你，你要动手的话，我还真就打不过你。实话跟你们说了吧，你们应该也听说过，贫僧从小就异于常人，能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因果和将来。可那小施主却是我活到现在第一个看不见的人。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们，我虽然看不见那小施主的因果和将来，但他身上那耀眼的霞光可是差点没闪瞎我的眼睛。他呀，身上肯定有大功德，而且是那种逆天的大功德。可除了功德，好像还有些其他东西。这种人只会有2种结果，要么就是毁灭天下，要么就是为天下所牺牲。你们心里最好有个数。追去啊！还站在这儿干嘛？好不容易借贫僧的名义将人骗来看一眼，解解相思之苦，到这会儿了，不知道出去安慰安慰？哼，一天到晚的就欺负我。哼！今日多谢王爷，要不是借王爷的光，青叔今日恐怕见不着静心大师。你别哭啊！兰兰是的，你女儿也是我女儿。只要本王活着一天，就会本王收到消息连夜赶回来的时候，兰兰已经被找回来了。是本王的错，是本王没护好你们母女俩。青叔，你放心，不管你答不答应嫁给本王，本王都会永远站在你们身后。任何人都别想伤你们母女俩分毫，哪怕你嫁给别人，本王也会祝福你。王爷，本王知道你现在还没合理，本王可以等。快去宗祠！你看本王和青苏说2句话，你难受是不是？皇家宫祠里全都是先祖牌位，就算这护国寺来了贼人，也不会吃饱撑的去那里。更何况山下还有侍卫，没有你的允许，谁能上得来？你有病啊！我骗你干什么？别人是上不来，那不是有上来的呀！你别忘了，除了你们俩，还有个小祖宗，现在也在这后山。静心大师是说，兰兰在皇家行堂，可是她去那里干什么？她没干什么不好的事儿吧？小祖宗倒是没干什么坏事，但他应该也没干什么好事儿。刚才你们出去后，我本想打坐好好想想，我还没做好呢，就听见穆家祖宗们喊我，哭的那叫一个惨。行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你们也好好反思一下我说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你们虽说是皇家先祖，但你们好好看看你们身上的功德光，还没我身上的亮，你们能好意思吗？你们要好好修炼，这样才能更好的庇护子孙后代，不能总想着让他们自己承担和化解你们带来的因果。我说话呢，你们听见了没？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就好。我告诉你们，我可是会来检查的。要是让我知道谁在偷懒，不好好修炼，我就直接把你们那点少得可怜的功德光全都打散，反正留着也没用。好啦，我要迟了，再不回去梁该担心了。真是的，下次再来这破宗祠的时候，得记得让宁依依给我带点水喝。有人吗？唉，说了这么半天，我都渴了。宁依依，你在外面吗？来抱兰兰出去喽！下次兰兰要是再想来，就去找爹爹，爹爹带你来哈。皇家宫祠而已，不是什么大事儿。哥哥我了，那个大师呀，其实你已经不用待在这山上了，你这些年做的好事已经抵消了你的天赋，而且你本身也不属于这里。唉，我真是心疼你，这里没有肉肉吃，多可怜。瞅吧瞅吧，收拾收拾下山吧。小施主，你是说贫僧身上的因果已经没有了？你有了呀？你能看见贫僧身上的因果？能呀，我又不像大师你眼神不好，我看得可清楚了，你身上已经没有牵扯因果的线了。怎么了？这不是你一直都想的吗？再说了，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因果你自己不知道啊？干嘛那么惊讶？废话，我要是知道自己身上的因果没有了，我早就下山了，谁还在这儿待着受罪啊？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没听过说吗？医者还不自医呢。我看不见自己的因果和命数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过我看你看得可清楚得很，你和那位叶公日这辈子是注定要在一起的。不然那小施主怎么会叫你爹？他怕是也能看见。王爷，嘿嘿，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说，但别太过分。不过分，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得等皇后娘娘千秋宴之后，皇上祭完祖，我才能下山。等我下山，你收留我呗，不白收留，我可以给你府上的人算命。哎，你别走那么快呀，咱们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嘛。青叔，前面香客多，本王就送你们到这里。你要是有什么事，就派人来战王府找本王，本王保证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爷爷，大年的耶，你肯定能娶到我娘嗷嗷嗷！四徒子，你看我女儿多可爱，哎，你就没有？你说气人不？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当年到底是谁给你算出你和叶氏会再续缘分的？我有女儿，要不是我算出她就在帝都，你到现在还满处找人呢。本王有女儿了，你罢了罢了，滚滚滚！我现在要回去好好安排一下我走后的事情。你最近别来了，我简直看见你就烦。那可不行，要是青叔想见你，不管什么时候本王都得带他来。滚！哼，滚就滚，反正本王有女儿，你没有。我不进去！怎么了？娘带你去求个平安符，很快就出来了。不去，我不去，我和他们结两指了。我不要进去，我讨厌他们。小气？小气鬼，小气的不得了。他们小气还穷。我以前去佛界，那些秃枝贱窝就好像见鬼一样，连门都不给窝开。最后开了，可他们居然想要窝的宝贝。那窝还喜欢那个秃枝手上的珠珠呢，他怎么不给窝？就给了我几本经书，还让我回去好好研究。我连字都不认识，我研究个屁呀！然后我走的时候把他们的佛门给拆了，还把经书撕了折成小船放到了灵河里。后来我听那些骗人的老头子说，那些秃纸整整在河里捞了2个月，捞得脸都绿了，让我以后见着秃纸躲着点走。可是把经书放到灵河里能让更多人看见呀，这可是积德的事情。他们不是一直说要普度众生吗？那他们为什么不高兴？所以良啊，你带着夏秋姨姨去吧，兰兰和宁姨姨在这里等着。兰兰不喜欢秃纸。那个兰兰不去，娘也不去了，咱们回去吧。去佛界，那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吗？还拆佛门、撕经书，他的女儿到底是谁？其实连庭兰自己都不知道她自己到底是谁。她从有了自我意识后就在天界，可她能明确地感知到自己与那些神医们的不同。她全身是有强大的功德光，不错。夫人，廷府的马车坏在前面了，廷大人在前面拦路呢。哎，不用管他们，咱们走咱们的。要是他还拦着，就直接撞过去。娘啊，他们好黑啊！兰兰乖，不怕，闭上眼睛，搂紧娘的脖子，一会儿就好了。天地法则可真是好样的，你们全都是好样的。有办法了，静心大师救命啊！有人要杀小孩了，你听见了没有呀？静心大师，我在叫你呢，你回窝呀！你倒是回窝一声啊！你不回窝，我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呀？你不是孤儿呀，你是被银贩子拐出来的，那银贩子就是你的头，给仇银干活，你还真是有出息。看，你不专业了吧？这刀都砍偏喽！哎呦呦，你离我们这么近干啥？你同情他呀？不用同情，真的不用。他爹喵好歹这么多年都在找他，而你就不一样啦，你爹喵不要你了。喏，你们是不是不相信？你是从小被拐走的，虽没有记忆，但你左臂上有一处烫伤，是你小时候被拐走之前烫的。我说的，对不对？大师啊，大
大师尼松们还不来呀？你听见巫说话了米呀？有人要杀小孩啦！哼，我就说秃子最不是个东西。你们找死！传本王的令，全部杀无赦，留几个活口问出背后之人就行。青叔，你疼不疼啊？再忍忍，马上就结束了。等结束后，咱们马上就回去。咱们用最好的药，保证不让你身上留下一点疤痕。兰兰别怕哈，爹来了，爹会保护你和你娘的。爹，你总算是来了！我叫了那秃子那么半天，他都没理我，我还以为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我可以死，但我不想让我粮食过粮，是最好的粮。史都知果然每一个好东西。从今天开始，我跟佛门只能立住一个。小姐是势不两立。对，势不两立。那自私的死秃子，这还没离开护国寺多远呢，就装听不见，见死不救。来，娘，吃个糖，吃点甜的就不觉得疼了。兰兰给您呼呼。这点银子您拿着，去别处化缘吧。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那个和尚，快闪开点，别挡路，不然撞死可不负责啊！在外面没多管闲，没看见刚才王爷都把他扔这儿了吗？说不定两人关系不好，咱们可不趟这浑汤。战王府可不是咱们能得罪得起的。哎，皮僧是，呸！行，我跑都跑来了，我就不信我还回不去了，我自己走。这叫什么事儿啊？来的时候也没觉得这么远啊，怎么还没到？我怎么这么惨啊？再忍忍，最多1个月我就能离开这护国寺了。等我离开这护国寺，我要吃肉，我要喝酒，多好的日子在前面等着我，我可不能累死在这儿。死元千霄，臭元千霄，你给老子等着！等老子离开这护国寺，就赖在你的战王府不走了，老子霍霍死你！当年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非要把这护国寺建在山上的？我回去要爬2座山啊！小女已经将当年的事情告诉老夫了，王爷2次救下小女，以后您就是我西宁山庄的恩人。庄主不必多礼，实不相瞒，本王当年对青叔一见倾心，只因缘不够没能在一起。现在听说青叔想要和离，本王想跟青叔再续缘分。兰兰，本王也会当亲生女儿看待，且不会再要自己的孩子。还请庄主放心，将青叔交给本王，本王定将他们母女俩当自己的命看待，绝不会让他受一丝一毫的委屈。王爷的人品，老夫信得过，只要青叔和兰兰同意，老夫自然没意见。将来青叔若真能嫁给王爷，老夫定10里红妆送她出嫁。我同意，娘也会同意的。外祖别担心，娘会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来，外祖，亲爹，吃颗糖，可好吃嘞。战王府的下人都不稀罕，更何况是被家财万贯的叶青书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婷兰。我是你爹。对，我没你这样的儿子。婷大人，我告诉你哦，要是再不把你爹叫上来，好好跟你说说话，你爹见了你，说不定一高兴就把你带走了呢。你们父子俩就团圆喽。娘常说人呐，不能做亏心事。婷大人，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冷？阴风阵阵的。岳父大人，那个，既然青叔没事，那我就先不打扰了，让青叔好好休息，我明日再来看他。孬种，真是白瞎了我这么好的女儿。当年要不是他非说是自己救了老夫的女儿，老夫就是死也不会把女儿嫁给这种人的。但老夫不后悔有兰兰，兰兰你呀，就是老夫的心肝宝贝儿。刚才骂的真好，简直骂到外祖姓2.0。小事儿，要不是窝现在还小，我都想让雷劈死他。就这种人，怎么配当窝爹？放心吧，青叔没事了，他好像已经吃过什么丹药。回来的时候虽然身上看着吓人，但血早已凝固，伤口我也已经让医女处理过了，让他好好休息几日便无事了。我去给他开个药方，1日3次，1连7日，你们记得看着他喝下。宁姨姨，你知道王爷的府邸在哪儿吗？小主子说的是战王的府邸吗？奴婢知道。不是我新爹的府邸，是那个什么王。哎呀，你看我这脑子，他叫什么王来做？就是那个很文明的王，衣服穿得很文明的王。宁姨姨，你知道吗？文川王？对，就是文川王。宁姨姨，你知道他的府邸在哪儿吗？奴婢知道，但文川王现在不在他的府邸，而在京郊别院。小主子要去吗？要去，但天亮能回来吗？要是回不来的话，梁坑说城门到晚上担心的。天亮前能回来，至于出城，咱们西宁山庄自有黑天出城的办法。宁姨姨，你也受伤了，对不对？奴婢没事，神医已经给奴婢看过了，也上了药，都是些皮外伤，没事的。来，宁
宁姨，吃糖糖，吃了糖糖就不疼了。等回去后，我要记得给夏秋姨也送一颗。哦。老爷，听洪德来了，让他进来。老夫倒是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脸来。青叔现在毕竟没和离，还请王爷避一避。兰兰，你怎么样啊？被伤到了吗？你娘呢？她还好吗？岳父大人，青叔是她怎么样了？我能看看她吗？我俩是夫妻，这种时候我应陪在她身边。陪在身边？他被人围了时候，你怎么跑得飞快呢？那时候你怎么不说想陪在他身边？你不就是怕死，然后还盼着我女儿早点死，好霸占她的嫁妆吗？老夫告诉你，兰兰，前些日子爹爹没带你去玩的，这个你买玉海神奶是爹送给你的。来，这还是你祖父当年带过的，是咱们听家的传家宝，爹现在就把它传给你。看我像你爹不？问你话呢，你看我戴这玉佩像不像你爹？不像。你也不像我爹。若是可以，我真希望自己没你这么个爹，或者我是你爹也行。你一出生我就掐死你，省得生你出来祸害好人家的姑娘。好女儿啊，可真是本王的好女儿啊！我像不像你爹？不就是个破玉佩吗？就跟谁没有成色？战王府的下人都不稀罕，更何况是被家财万贯的叶青书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婷兰。我是你爹。对，我没你这样的儿子。婷大人，我告诉你哦，要是再不把你爹叫上来，好好跟你说说话，你爹见了你，说不定一高兴就把你带走了呢。你们父子俩就团圆喽。娘常说人呐，不能做亏心事。婷大人，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冷？阴风阵阵的。岳父大人，那个，既然青叔没事，那我就先不打扰了，让青叔好好休息，我明日再来看他。孬种，真是白瞎了我这么好的女儿。当年要不是他非说是自己救了老夫的女儿，老夫就是死也不会把女儿嫁给这种人的。但老夫不后悔有兰兰，兰兰你呀，就是老夫的心肝宝贝儿。刚才骂得真好，简直骂到外祖型2.0。小事小事，要不是窝现在还小，我都想让雷劈死他。就这种人，怎么配当窝爹？放心吧，青叔没事了，他好像已经吃过什么丹药。回来的时候虽然身上看着吓人，但血早已凝固，伤口我也已经让医女处理过了，让他好好休息几日便无事了。我去给他开个药方，1日3次，1连7日，你们记得看着他喝下。宁姨姨，你知道王爷的府邸在哪儿吗？小主子说的是战王的府邸吗？奴婢知道。不是我新爹的府邸，是那个什么王。哎呀，你看我这脑子，他叫什么王来做？就是那个很文明的王，衣服穿得很文明的王。宁姨，你知道吗？文川王？对，就是文川王。宁姨，你知道他的府邸在哪儿吗？奴婢知道，但文川王现在不在他的府邸，而在京郊别院。小主子要去吗？要去，但天亮能回来吗？要是回不来的话，梁肯说城门到晚上担心的。天亮前能回来。至于出城，咱们西宁山庄自有黑天出城的办法。宁姨姨，你也受伤了，对不对？奴婢没事，神医已经给奴婢看过了，也上了药，都是些皮外伤，没事的。来，宁姨姨，吃糖糖，吃了糖糖就不疼了。等回去后，我要记得给夏秋姨也送一颗。宁姨姨，你在这里等我，我自己进去就好。今夜这风也没多大呀，怎么还把门给吹开了？嘿，你瞎呀！我在这里，往下看。嘿，看见我了，米梅？眼睛长得倒是挺大，就是没瞎米用。你是谁？怎么到这儿来的？你不认识我？你怎么可以不认识我？你今天不是还派那些狗崽子去杀我和我娘吗？你是叶青书的女儿婷兰，对不对？你误会了，本王根本就不认识你和你娘，怎么可能派人去杀你？你进来，本王好好跟你解释。等天亮了，本王亲自送你回去，好不好？你当我不想进？
进得去吗？文明穿衣服的王，好玩不？是不是很好玩？你想当皇帝是不是？想让王室弄死我娘，然后再弄死破爹，将我娘那能买城池的嫁妆全都收入囊中，对不对？其实倪爹当年根本就不是为了保护先皇死的，倪爹通敌叛国，可却在最后一刻毁了对方兵力图，就对方早给倪爹下了毒。他看在倪爹下了套求人的功的份上，在你爹份上就下来认子吧，你无呢？你本就不是人家的孩子，居然还惦记捉人家的皇位，你跟我破爹一样不要你！你为了皇位，跟倪爹一样通敌叛国，自私屯兵，暗中搜刮坑害百姓，泄露情报，害得边境将士无辜枉死。为了长生，你居然连刚刚出生的孩子都不放过，用他们的心头血找假道士练，害多少父母因为您受伤，让您一个先去一夜丹药，我也要让你受伤，我也要在你身上捅窟窿。我以神之名收回你身上一切庇护，从这一刻起，你将不再受皇家功德庇佑，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应有的代价。你将受尽痛苦而死，死后燃烧自己的灵魂，为那些枉死的婴儿和牺牲的将士们开启轮回之路，引他们入轮回。你的灵魂将永远消散在这天地间。小主子，小主子，您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奴婢马上带您回去，让神医给您看看。我没事，我就是困了。哎，我刚才不是说要捅那个王几个窟窿吗？怎么突然睡着了？宁姨，你帮我捅了没啊？窟窿倒是没捅，不过奴婢走的时候将他屋里的烛火打翻了。奴婢知道小主子不准备让他死得那么痛快，所以走的时候已经引了外院的人往里去了。死是死不了，但罪肯定是要受一受的。青叔，你醒了，有没有哪不舒服？身上还疼吗？本王这就去给你找神医来。你饿不饿？渴不渴？你想要什么就跟本王说，本王一直都在这里。还好你没事，青叔，还好你没事。昨天，多谢王爷。放心，我已经没事了，除了有些没力气之外，哪儿都不疼。你放心，居然敢有人派人谢我。不去找人帮忙不说，他居然还藏了起来，怪不得叶庄主生气不让他进门。若我是叶庄主，我都得大棍子抡死他。我家那口子也是个读书人，就在附近的学堂当夫子。这要是我和我儿在外面遇见危险，他绝对会第一个冲出来用命保护我们母子俩。就他这种人，我呸，还在这儿哭，他是怎么有脸在这儿哭的？哎，你们刚才没听见那平家小姐说吗？这次叶氏母女俩遇见的杀手竟然是她的平妻找来的，为的就是叶氏死了，他们好霸占人家的嫁妆。叶氏是叶庄主的独女，千宠万娇长大的。当年叶庄主嫁女儿，那嫁妆整整绕了8条街，连公主出嫁也不过如此。我听说那姓平的就是个山沟里来的破落户，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恰巧救了那叶氏，不然人家好好的姑娘怎么可能嫁给他？就这人品，真是白瞎了人家姑娘。什么呀？你刚才没听见那小姑娘说吗？当年救下叶氏的根本就不是她，她是个冒牌货。也对，看见自己妻女有危险都能独自逃生，就这种人品，怎么可能会主动救人？哎，庄主和叶氏真可怜，摊上这么个人面兽心的玩意儿。不行了，我这火都要从头顶上冒出来了。不行，我也忍不住了。人家西宁山庄每逢天灾是又施粥又放粮的，今日人家的女儿和外孙女受委屈了，我这心里也难受。大家一起打死他，等他再去霍霍叶庄主的女儿，等着他去霍霍叶庄主的女儿。你们大胆刁民！我可是朝廷命官，当街殴打朝廷命官可是要下大狱的。你们再不停手，我就让官差们全都抓起来。哎，你看今天天儿还挺好的哈。别说，还真是挺好的，这儿太平得很，没什么可巡查的。咱们去隔壁街看看吧。你说的是，走走走，咱们去隔壁街，顺便告诉其他人，这条街咱们已经巡查完了，让他们不必再往这边走了。我打死你这种不好好的妻儿的！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世上！要不是人家小姑娘出来，我们还被你蒙在鼓里呢。叶家怎么让一个小娃出来了？就是，这不是拿孩子当挡箭牌吗？女儿好害怕啊！前两天我去护国寺，回来的路上看见宁江旗派来的黑衣人，差点要了我和娘的命啊！娘为了保
姐姐和汪夫人，姑娘才是正妻啊！我被人掳走，你问都不问，姐姐走丢，你亲自去找。爹，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倭梁福大命好失不了，你想霸占倭梁嫁妆的打算，怕是要落空了。爹，你回去吧。梁和女儿现在一闭眼就是昨天你丢下我们母女俩逃跑的背影，我们现在还不想见你，你也别再去刺激梁了。梁说当年不是你救的他，我还不信，毕竟爹从前每次跟梁要银子花的时候，都说可以把命给我们母女俩，可这次女儿信了。我们还没要您命呢，您就跑了，你去叫人来帮忙也行啊，您就自个儿躲着偷看，看我们使没使。要是我们使就是您的了。既然您不喜欢我们母女，那我们也不要你了。我听兰从今天开始就再也没有爹了。宁姨，帮我回去，我要去贵祠堂保佑梁，让梁早早好起来。我真是太伤心了，我爹他不是个好人啊，这天底下哪有盼着自己妻女去死的爹呀？我爹他不是个人，他就不是个人啊。收工。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狗东西见妻儿遇危险自己先跑了，不去找人帮忙不说，他居然还藏了起来，怪不得叶庄主生气不让他进门。若我是叶庄主，我都得大棍子抡死他。我家那口子也是个读书人，就在附近的学堂当夫子。这要是我和我儿在外面遇见危险，他绝对会第一个冲出来用命保护我们母子俩。就他这种人，我呸，还在这儿哭，他是怎么有脸在这儿哭的？哎，你们刚才没听见那平家小姐说吗？这次叶氏母女俩遇见的杀手竟然是她的平妻找来的，为的就是叶氏死了，他们好霸占人家的嫁妆。叶氏是叶庄主的独女，千宠万娇长大的。当年叶庄主嫁女儿，那嫁妆整整绕了8条街，连公主出嫁也不过如此。我听说那姓平的就是个山沟里来的破落户，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恰巧救了那叶氏，不然人家好好的姑娘怎么可能嫁给他？就这人品，真是白瞎了人家姑娘。什么呀？你刚才没听见那小姑娘说吗？当年救下叶氏的根本就不是她，她是个冒牌货。也对，看见自己妻女有危险都能独自逃生，就这种人品，怎么可能会主动救人？哎，庄主和叶氏真可怜，摊上这么个人面兽心的玩意儿，不行了，我这火都要从头顶上冒出来了。不行，我也忍不住了。人家西宁山庄每逢天灾是又施粥又放粮的，今日人家的女儿和外孙女受委屈了，我这心里也难受。大家一起打死他，等他再去霍霍叶庄主的女儿，等着他去霍霍叶庄主的女儿。你们大胆刁民！我可是朝廷命官，当街殴打朝廷命官可是要下大狱的。你们再不停手，我就让官差们全都抓起来。哎，你看今天天儿还挺好的哈。别说，还真是挺好的，这儿太平得很，没什么可巡查的。咱们去隔壁街看看吧。你说的是，走走走，咱们去隔壁街，顺便告诉其他人，这条街咱们已经巡查完了，让他们不必再往这边走了。我打死你这种不好好的妻儿的！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世上！要不是人家小姑娘出来，我们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你这种人怎么就当了官了？演得这么好，还不如去戏班子唱戏。打死他！打死他这种败类！打死他！小小姐这招高啊！这样一来，所有人就都知道那狗东西都做了些什么。小小姐亲自说，可比咱们和庄主去说强多了。小小姐年纪这么小，没想到这么聪慧。好啊，好啊，咱们山庄后继有人了。爹，我有事想要问你。乖女儿，你问。爹，你的武功是不是很高啊？还行吧。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爹，我想学武功，您能教我不？就教我人和飞就行。这个……既然兰兰想学，那就麻烦王爷了。不麻烦，不麻烦。兰兰是本王的女儿，本王很愿意教她，只是学武功很辛苦，就是不知道她能不能坚持下来。兰兰要学武功，跟皇叔学，那个我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学啊？皇叔的武功在整个三国都是数得上的，我以前求皇叔教我，皇叔就是不同意，说要去找人没时间。嘿嘿，兰兰，你能不能替我跟皇叔说说，让我也跟着一起学啊？我保证每日都带着七哥一起来，好不好？不用问，那是我爹，我能做主。从明日开始，八哥哥你就来叶府跟着我一起学。是，本王是兰兰的爹，以后本王的任何事情，他们母女俩都能做主。不过明日不行，明日是皇嫂的千秋宴，后天吧，从后天开始，本王每日都来叶府教你们。兰兰有2颗，黄嬷嬷1颗，黄伯伯1颗，我不偏心。那可是本丹君几千年练出来的仙丹啊！
全被那小姑奶奶拿走了，全拿走了。不用试毒，兰兰不会害本宫。皇上早年在外征战，落下一身暗伤旧疾，就连太医院手都说不能根治，只能缓解。皇后这些年因为七皇子的事郁结在心，早年被人害得小产，身子一直都没有恢复太好。都是练武之人，他们明显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不同。皇伯母、皇伯伯，长生百岁哟！好，只要黄伯伯在一天，就绝不会让咱们小兰兰受委屈。若是将来黄伯伯死后他们对你不好，朕就直接把他带下去。青叔，你去哪儿了？我听别人说你被皇后娘娘的人接走了。你认识皇后娘娘？兰兰有2颗，黄伯伯1颗，黄伯伯1颗，我不偏心。那可是本丹君几千年练出来的仙丹啊，全被那小姑奶奶拿走了，全拿走了。不用试毒，兰兰不会害本宫。皇上早年在外征战，落下一身暗伤旧疾，就连太医院手都说不能根治，只能缓解。皇后这些年因为七皇子的事郁结在心，早年被人害得小产，身子一直都没有恢复太好。都是练武之人，他们明显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不同。皇伯母、皇伯伯，长生百岁哟！好，只要黄伯伯在一天，就绝不会让咱们小兰兰受委屈。若是将来黄伯伯死后他们对你不好，朕就直接把他带下去。青叔，你去哪儿了？我听别人说你被皇后娘娘的人接走了。你认识皇后娘娘？为夫怎么从未听你提起过？青叔，从前的事情是为夫不对，以后不会了。你要是不喜欢汪氏，我以后只待在自己的院中，不准出来，或者为夫将她送去别院也行，管家权也还是交给你。你是我的正妻，不管何时都得夫妻同心才好。从前他宠爱汪氏，有一半是看在她是礼部尚书女儿的份上，如今来哄自己，无非就是想靠着自己，靠上皇后，让她官复原职，甚至走得更远，继续花自己的钱。碧水珠，夫人，你掐我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好像听见了碧水珠3个字？不用掐，我也听见了。碧水珠，那可是碧水珠啊！田宏德不是穷出身吗？他哪来的？说的是呢，这碧水珠是邻国的宝物，一共就只有3颗。据说含在嘴里可在水中闭几炷香的时间。皇上登基第2年御驾亲征，和战王联手击退邻国的侵犯。邻国使臣来议和的时候，经过1碧水表诚意。田宏德怎么会有的？你快放开我呀！那真是污的，就在乌良库房里，我还玩过你。乌良说过那珠只给我了。这原来不听府的，而是人家叶氏的。我就说这田大人刚入朝为官时候那跟什么似的，怎么会拿得出这种宝贝送给皇后娘娘当贺礼？原来竟是人家叶氏的。可不对啊，这是邻国的贡品，那叶氏是怎么会有的？是本宫赏的，这是本宫给青叔的。青叔5岁时贪玩，曾不慎掉到过池子里，从那以后就怕水。后来青叔出嫁的时候，本宫就把这碧水珠给了青叔，放到了他的嫁妆里。听洪德，你居然拿着本宫给青叔的嫁妆当做贺礼献给本宫。西曼，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去给皇后娘娘准备生辰礼吗？你怎么会去拿青叔的嫁妆？我挑的时候还特意没挑大的，想着她嫁妆那么多，不会全记住，挑个小的她不会知道。可万万没想到，这珠子是皇后娘娘给的。老爷，妾身也不知道这是皇后娘娘赏给夫人的，
妾身就是随手拿了一个，况且不是你让妾身去夫人的库房里拿的吗？别说是自己了，私自拿人家的嫁妆，那是要下狱的。我穷苦出身，处处低人一等，尤其是在他面前，我永远都抬不起头。只有在伏地做小、温柔小意的汪希曼面前，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怎么是我？明明是夫人准许你去拿的，可你偏偏拿什么不好，要拿皇后娘娘赏给亲叔的，还不赶紧给皇后娘娘赔罪？皇后娘娘恕罪，贱妾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她是庶女，从小这碧灵珠，更不知道这是贡品，这才拿错了。微臣马上就让人回去重新换个贺礼，马上就去，还望皇后娘娘息怒。青叔，你快帮为夫和皇后娘娘求求情。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那田宏德就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青叔怎么能那么轻易就原谅他？昨天要不是你拦着，我非去廷府抽那畜生一不可。妻女遇见危险，他可倒好，转身就跑了，他是人吗？他兰兰还那么小，若当时本夫人在，就是豁出性命也得救下青叔他们母女俩。夫人，快别骂了，要不咱小点声骂也行。你看周围的人全都看过来了，就连皇后娘娘都在看你。你说的是，我昨天听说后爷想去，可我家那玩意儿把我给捆家里了。要不是我打不过他出不去，青叔现在都已经是寡妇了。本王妃在青叔成婚前就认识他了，从前多明媚的一个女子，在廷府这几年，怕是她活到现在过得最苦的日子。我有好几次都想劝她和离，可那时她已经有了身孕，我开不了口啊，真是气死我了。夫人别气，为夫昨日那般做也是为了你好。那廷宏德还是官儿，你要是杀了他，那是要偿命的呀。给那种人偿命，咱亏死了。况且昨天虽说为夫将你捆在椅子上，可为夫也跪在你旁边陪着啊。好夫人，别气了，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办？你放心，本王见那叶氏是个有主意的，不会那么轻易就被人哄骗了去。咱们先安下心。若事后那廷宏德不做人，本王到时候就暗中送他去见祖宗。皇后娘娘，臣妇请皇后娘娘做主，臣妇要与丁宏德和离。臣妇与丁宏德夫妻情薄，早已恩断义绝。对，我爹还说要把我俩埋在谭家的破祖坟里。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您别听青叔乱说，臣与青叔只是这些日子有些误会。青叔现在在气头上，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和离的。若今日真的和离，他定会后悔。他一个和离过的妇人，还生过孩子，他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娘娘，臣妇并不是一时在气头上，而是早就想好了。臣妇4年前曾受过重伤，昏迷在帝都郊外的一个小村子里。昏迷时，臣妇清醒过一瞬，看见了廷宏德。等臣妇好了以后，再次遇见他，他一口咬定当时是他救了臣妇。他知道臣妇出身于西宁山庄，从那以后，他便每天以各种理由去山庄外要求见我。时间长了，臣妇也被他那所谓的真情打动。可臣妇的女儿被人掳走，他也漠不关心，还说是小孩子贪玩，过会儿自己就回来了，但却对后来也走丢了平妻之女百般关害，四处奔走，连看都未看臣妇的女儿一眼，只在要银子的时候来了。后来臣妇偶然从老身子人得知，当年救下臣女儿遇到黑衣杀手的时候跟他对峙，他矢口否认。这样人怎么配为人夫？为人父？还有这次献给皇后娘娘的生辰礼，臣妇并没有允许他们去拿臣妇的嫁妆，是他们未经臣妇同意擅自拿取的。还有臣妇一些其他的嫁妆，也被廷宏德和他那平妻趁臣妇不在府上的时候偷出去换了银子。这是当铺的当票，上面有廷宏德的手印，还请皇上和皇后娘娘过目。夫人，咱们有话回去好好说。今日是皇后娘娘的千秋宴，你别在这儿闹脾气。你容不下西曼为夫知道，为夫答应你，回去就把她送到庄子上。你我孩子都已经快2岁了，你到底在闹什么？难不成你真想当个和离妇不成？就算当个和离妇，也比给你这种畜生当夫人强。呸！跟这种人同朝为官，真是耻辱啊！就是的，这人平日里看着人模狗样的，竟做出这等畜生不如的事情。我要是那叶氏，也得跟他和离。前几日那人去战王府赴老王妃寿殿，说田家祖坟遭雷击，他们修缮时竟还强逼旁人出资。当初我还不信，如今看来确实恶事做尽，天怒人怨。好一个廷宏德，好一个朝廷命官！
你竟敢如此苛待霸气！叶氏所求何离，本宫准了。叶氏之女，今后随母一同生活。皇后娘娘开恩，臣知错了，臣必定改过。兰兰是臣的女儿，你不能让她随叶氏离去啊！你的女儿，你心中何曾有过这个女儿？不妨告诉你，本宫亦是出自西宁山庄，自幼看着青书长大。无论以皇后之尊，还是以师姐之名，本宫都绝不容许她被人觊觎嫁妆，步步紧逼，更不能让兰兰有你这般负气。你既然那般偏爱你的外室，本宫便成全你。今日本宫下旨，叶青书与廷宏德和离之后，吾旨此生不得和离，不得休妻，你们二人便锁死一世。廷宏德宠妾灭妻，冒领功劳，偷盗妻嫁妆养妻女，危难之际独自苟活，此等行径不配为官，革去廷宏德一切官职，其族人及宗室子弟。男子从代盗父除名，归属叶氏，随母入籍，全凭叶氏意愿。另册封廷兰为正一品右安郡主，赐封地，享10亿。过往强与痛恐已然褪去，只剩下澄澈与平静。那是一个真正获得新生的示爱。